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单板入门教学的第2期。这一期我们要学的是直滑降。上一期介绍你需要哪些装备的视频的最后呢，我们介绍了单板的构成。一个平整的底面为你的滑行提供支撑，而两侧的刃以及加在刃上的压力，让你可以控制滑行的速度和方向。我们今天要学的直滑降，主要和单板的这个底面有关。我们要掌握的关键就是怎么样把重心放在板的正中间，让你可以站在雪板上稳定的滑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在学习单脚滑行之前，你可以先判断一下你更习惯哪只脚在前。那么我们有2种常用的方式找到你习惯在前的那只脚。判断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站在原地，让你的朋友从背后推你，然后在推动的过程中，你下意识的先迈哪只脚，一般那只脚就是你更习惯的前脚。比如说像现在这样，我在被推的时候下意识迈的是右腿，那对我来说可能更习惯就是右腿在前。还有一种判断方式就是你可以分别2只脚穿上板试一试就知道了。比如说，我先把右脚穿上雪板之后，你只需要用右脚拖着雪板，在地上这样转个圈，然后你感觉习不习惯？然后把鞋脱下来，换成左脚带着板，这个时候再用同样的动作，这样转一个圈。刚才哪只脚踩在雪板上带着你转圈，让你觉得更舒服，那么你就可以用那只脚在前。这个练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单板滑到最后，你的2只脚都要练的。一开始找到你更习惯的前脚，只是为了帮助你初学的这个练习。学习直滑降的条件非常容易，你只需要找一个非常平缓的坡，甚至你可以不用上雪场的任何雪道，在平地上就可以练习。像我们现在在这一块，现在假设我们右脚在前，把你习惯的那只脚穿到雪板上之后，先试一下站立，一只脚踩在板上，一只脚踩在板下，让你的重心均匀地分布在2只脚之间。然后先感受一下，把板抬起来，放下，抬起来，放下，然后再把重心移到你在板的这只脚，感受一下，把另外一只脚抬起来，放下，抬起来，放下。在平地上你不会往任何方向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做动作的时候，你就要保证你的人和板是一个稳定的。这样的话，你就渐渐找到了人的重心压在板上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另外一只腿也放上来，放到板上，不需要放进你的扳定中，放在你的另外一只脚扳定的内侧。这个时候感受一下人在板上的重心，你甚至可以蹲下去，站起来，然后左右稍微晃一晃，压一压，感受重心在2只脚之间的转移，以及重心起伏的时候依然保持在板的中间。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重心的位置，这个重心的位置就是你在滑雪的时候一直需要保持最稳定的重心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就开始体验单脚滑行了。把你不在板上的这只脚拿下来，这个时候你的肩应该和板是一条直线，你的视线扭过来看向你要前进的方向。这个时候用你向后那只腿往后推，推完之后就把你的后腿放到板上，重心也像我们刚才那样放回到板的中间，让板借助它的惯性滑行，就像这样。然后慢慢用眼神看向你要去的方向。我们再来一遍。我们换个方向也再来一遍。眼神看向你要去的方向，注意肩和板保持平行。推完之后，重心回到板的正中间。这个动作尽量多练习几遍，因为它是在你上雪道之前找到你重心感觉的最好的方式。这个就是右脚的单脚滑行，我再换左脚给大家示范一下。同样的方式感受一下你的单脚以及2只脚站在雪板上的感觉，如何把你的重心保持在雪板的正中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单脚滑行了。把右脚放下来，往你的侧后方推，肩膀和板平行，视线看向你要前进的方向。这样，尽量做到滑行的时候不再看你的脚下，而一直用眼神去看你的前进的方向，然后始终保持肩和板平行，并且在滑动的时候，你的重心永远在2脚正中间。那么到这里，好学的小伙伴们可能有一个疑问了，既然我们上一期在讲板的时候，你说
整个板的平面铺在雪面上，它是可以往任何方向转动的。那为什么你滑行的时候一定要朝板头或者板尾，一定要顺着板的方向滑行呢？那是因为我们的板只有板头和板尾这两端是翘起来的，在这两个方向的滑行不会卡到刃。我们仔细看一下板的形状，就不难发现，板的两端都是向上翘起的，这是前端，以及板的后端。这两端在滑行的时候，雪会自然的被推到板下，所以你在这滑行的时候不会有任何阻碍，也不会卡刃。而如果你顺着两个刃的方向滑行，为了增加我们的控制，刃这一侧是没有向上的弧度的，所以你向刃滑行的时候，如果重心稍微不稳，就很容易把雪推到雪板的上面。而当推到雪板上面的时候，它的阻力就会增加。而继续往前使劲强推的话，它这个时候阻力就会变得很大，你的人就会因为突然增加的阻力而啪翻了过去，你就摔倒了。同样的道理，在另外一条前刃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向这个方向滑行，如果你的重心压到了前刃，你依然会推起雪。当你推的雪够多的时候，这个阻力就会变大，你的人就会翻过去。所以顺着雪板的方向滑行的时候，你的重心只要保证在中间就行了，雪板不会受到任何的阻碍。而如果滑行的方向跟雪板是垂直的，那这个时候你的重心就非常重要，一定要压在你滑行方向相反的那条刃，比如说压在这条刃上，这样被推起来的雪就会在雪板的下方，而不会压到雪板上方。你的雪板就会受到均匀的阻力，你可以用这个姿势控制速度，但是如果你的重心一不小心压到了另外一条刃，咔，人就翻过去了。关于如何和雪板呈90度的方向滑行，就是我们下一课要讲的推坡。再教大家一个在直滑降的过程中可以稍微刹车的方法，这种刹车的力度会非常轻，但可以有效的帮助你在一个很缓的坡上停下来。那就是在你直滑的过程中，你向后的这只脚不是完整的放在雪板上，而是脚后跟往后露出来一点点。当你滑动的时候，如果想正常滑动，就把重心放在你脚掌上，这样它就不会产生任何的阻力。如果你想稍微减点速的话，就把重量放在后脚的脚跟上，这样你的脚跟就会和雪面摩擦，产生一定的摩擦力，而这个摩擦力会把你的后脚往后带，而后面有你的固定器挡着，所以它就会给你的雪板进行一定的减速。当然了，这个只在非常非常缓的坡上使用，到陡一点的坡上就千万不要再这样刹了。给大家演示一下，滑动，脚跟停下来了，正常滑动，脚跟一踩就停下来了。那么最后教大家一个穿着单板上坡的方法。我们在平地上移动非常简单，就像我们刚刚学的那样，单脚滑行。但如果我们到了前面这个坡怎么办呢？因为往坡上推是非常累的。这个时候呢，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板横过来，和坡的方向呈大概90度，然后让你的另外一只脚站在脚的前面，在板上的这只脚竖起来，让你的前刃着地。这样你每走一步，把板整个往前抬一下，这样你的前刃就会卡在雪上，不会往下滑，而你这样就可以很好的上坡了。那么学习完单脚的滑行，我们接下来就要学习一下双脚的直滑降了。这个时候呢，因为没有你脚的自身的推力，你需要找一个不是特别长、比较缓的坡，并且坡底下是有一段比较长的平道或者略微的上坡，这样你只需要保持自己重心合适的位置，重力就会把你自然的带下山，而你也不需要思考减速，因为你到了坡下之后自然会停下来。我们身后就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坡，我们就一起来试一下吧。好，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坡顶，那么把板放下来，记住在坡上的时候不要让你的板松开，底朝下，自然放直，这样它可能会自己滑走。如果在坡上放板的话，一定要倒过来放。那么穿板的时候呢，记着用一只手拿着你的板，先把一只脚放进你的扳顶，然后鞋子扣好，穿好一只脚之后，板就不会滑走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再去穿你的另外一只脚。站起来的话很容易，你可以现在感受一下，如果你压脚跟的话，你是卡在后刃上的，它的板不会轻易的滑走。那么这个时候，你用手撑一下后面，然后屁股往上挺，这样人就可以站起来了。好，站起来的时候，确保你的板头朝向坡下，然后你只需要
保证重心在中间的比较稳的位置，然后肩和板平行，眼睛看向前方，什么都不用动。这个时候只要体会你的重心在板中间，然后慢慢的让板自由的停下就好了。好了，这就是这一期直板教学全部内容了。好好掌握这种直滑降，掌握重心在雪板正中间的感觉，对你以后的滑行和进步都非常有帮助。甚至你看到很多人滑得不错了，各种红道都可以下了，依然在比较平的直道上各种摔跤，那就是因为直滑降以及直板中心的这个感觉没有找好。甚至当你学到非常厉害的时候，道内滑得飞起，但有些人去了野雪之后依然各种摔，这依然是因为你重心掌握得不够好。在野雪粉雪的时候，更考验你的重心在你的板的正中间，而且每次发力的时候只是顺着板的中间往下踩，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直滑降，它在你的整个滑行过程中都非常有用。那么这就是这一期全部的内容了。下一期学推坡，我们就要开始利用到雪板的2条刃了。那我们下期再见。